临时有事啊？可是有事也应该通知一声啊。没电，哎呀，难怪刚才一直没有响。可是有事也是应该要来的啊，有什么事比我更重要啊？好，再多等你一会儿。喂，要睡回家睡。你回来了？是咯，回来了咯。你去哪？为什么这么晚啊？还问我去哪里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没有去篮球场？篮球场？为什么要去篮球场？我传短讯给你，跟你说8点在篮球场见，你还回我说不见不散的，你忘了？简讯？我都没有收到你的简讯啊！你不相信你自己看。你一定是删掉了，我当然看不到了。你是不是故意耍我的？如果我要耍你的话，我也不会在这里等你回来。我明明收到你的简讯的，电话没电。难怪我打了一整晚都打不通，我还以为你不想接我电话呢。我才没那么小气。找我什么事？什么？太阳眼镜送给我的？赔给你的，你的那副不是给国荣踩坏了吗？不只是这么简单吧？私情那件事呢，我搞清楚了，是一场误会。哦，原来这个礼物是用来道歉的。那你到底要不要啊？不要的话，谁说我不要？可是呢，我还想要多样东西。你真的蛮贪心的哦。那你到底还要什么？这什么啊？打开来看。我要你在这张纸上签个名。为什么要签名啊？我马天武特此立约，承诺对蔡艳芳一心一意，绝无二心。虽然你不是我的最初，却会是我的最后和唯一。我希望可以一直陪伴在你左右，为你擦干眼泪，跟你分享笑容。我以3个保证来证明我的真意。第一，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有别的女人。第二，我保证对你的爱永不变。第三，我保证以上2个保证都是真的。肉麻当有趣，这东西啊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名字都已经签了，怎么会是假的？签名也可以假冒的啊。你睁大你眼睛看一看，确确实实是我的亲笔签名。你以为你是大明星？我就是大明星。真的很肉麻嘞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那这份爱情合约，你到底签不签啊？要我签可以啊，不过我要再加3个保证。什么保证？第一，我保证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相信你。
第二，我保证我会珍惜你对我做的所有事情。第三，我保证以上2个保证我会尽力做到。喂，你不要我签名了。谢谢你啊。谁寄来的包裹啊？哦，是李老师啊，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他为什么会寄东西给你？最近你们还有见面吗？上一次他说我回来之后，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。那还寄东西给你，是不是对你另有企图啊？会有什么企图？哇，看你这么惊讶，这本书很贵吗？这个是《屁屁看天下》作者司徒弼的亲笔签名啊，我想买都买不到啦。李老师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本书啊？我都没有跟他提起过。哎，还给他，马上还给他！这本书是不能要的啊！我没有说我要啊。哎，你的反应会不会太大了？其实我是在担心你呀。你看这个人无端端说你东西，不晓得他心里想些什么。哦，说不定是在打你的主意哦。李老师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啊？哎，你太单纯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社会上呢是有很多披着羊皮的狼，只要你不小心的话，就会被他们吃掉的。你今天怎么突然跟外公一样，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啊？其实你外公说话有时也是有点道理的啊。那以后李老师再来找你的时候，就要避而远之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等一下就拿去还给他。好，叫他不要再来找你哦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小姐，请问李志良先生在吗？拜拜。李老师，哎，思行，我正要找你。什么事啊？这本书我不能收。只是一本书而已，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啊。书虽然是不贵，不过如果有附上作者司徒弼的亲笔签名，那价值就不一样了。据我所知啊，他不随便帮人家签名的，也从来都没有办过签名会。你能拿到他亲笔签名，一定是花了很多功夫才拿到的吧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的。他在新加坡办的座谈会是由我朋友负责的，所以他就给了我他亲笔签名的书。我不喜欢这本书，我知道你喜欢，我就把它送给你喽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司徒弼的书啊？是国荣告诉我的。哦，不管怎么样，无功不收入，我还是不能收的。那好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思欣姐姐，你们怎么会在这边的？安格丽和安迪丽要带我们去飞青公园玩。那你们不是会很开心了？好，我们是不是见过面啊？上一次不是见过一位以前的同学叫王一言的吗？思行就是他的妹妹。你今天怎么会在这啊？哦，我是来还书给李老师的。还书？是啊。什么书啊？哦，这本《屁屁看天下》的书啊，他在新加坡办的座谈会是由我朋友负责的，所以就给了我一本亲笔签名的书。我知道思行喜欢这本书，就把它送给你。原来是这样。可是他太客气了，不肯收下。这本书真的太贵重了，我真的不能收。亲笔签名这种东西，对喜欢的人来说就是贵重，可是对一般人却没有什么意义。我相信作者本身也希望这本书会落在一个会珍惜它的人手中。书呢？你就收下吧。那我就收下啦，谢谢。
安格丽，我们几时去飞禽公园？现在就去啊！耶！要不要一块去啊？不了，你们玩的开心一点啊！思欣姐姐一起去啊！一起去啊！去啊！是啊，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，不如跟我们一块去吧。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哈。耶！来了。好玩吗？好玩，玩得开心吧？开心！安迪丽，我想上厕所。我也要。好啊，我带你们去。走吧。自从上一次圣淘沙送你回家之后，就没见到你。你还好吧？我样子看起来很不好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没事啦，只是有些伤需要一点时间愈合的。是的，有些伤口虽然是愈合了，可是有时候还会隐隐作痛。就好像小慧已经过世了这么多年，可是每一次我经过她的房间，我的心总会有一阵痛。如果当年我自己载她去上学就好了，就是那么一次例外，她就出事走了。我记得那天早上，她还笑嘻嘻地跟我说：“爸爸慢走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”对不起啊，我让你想起你的伤心事了。其实我每次见到你，就令我想起小慧，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亲切感。可能是因为你们俩年龄很相近吧。你们聊什么啊？没什么，随便聊聊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还要开会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嗯，好啊，我们送你回去。不用啦，我自己回去就行啦。没关系的，不赶时间，走。走吧。谢谢你们送我回来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你不是4点钟有个会要开吗？为什么硬要送他回来呢？哦，会议取消了。取消了？是啊，取消了。你好像不太对劲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？他让我想起小慧。如果小慧没有发生意外，也跟世新一样大了。是，也应该像他这么大了。如果他还在的话，也许跟思思一样就上大学了，也许明年就毕业了。可惜我们没有这机会参加他的毕业典礼，为他戴上方帽子。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，没关系，这是个意外。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看什
什么？看着那么奇怪。你们和好了？算是吧。什么算是啊？你忘了我们签了爱情合约的，永远分不开的。什么爱情合约啊？别管他。哎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。啊，这是我上个星期拍的广告。这个星期他们就说要在各大的报章杂志上刊登，速度真的很快啊。速度不快，怎么拍广告？好不好看？到底好不好看嘛？好看。你看，我都说了，漏风都说好看呢。那还用说？我推荐的人，而且是我的女朋友，哎，怎么可能难看？你少肉麻了你。难道不是吗？哎呀，我懒得理你这个自大鬼啊！哎，我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的。当当当当，漂亮吗？不好看啊？没有啊。到底好不好看嘛？不错啦。啊，不错而已啊。好了，很好看，满意了吧？我满意有什么用？最重要是你满意嘛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从赞助商那边讨回来给你的。那，这刚好可以做我们的队服，比赛那天就可以穿了。我不要。为什么啊？人家都不要，你就不要缠着人家要嘛，对不对？我好不容易讨回来的，这件跟我的一模一样啊！哎，下次练习的时候可以穿啊。维尼，我把它放在这里啊，你记得把它收起来啊。我先上个厕所。好。可能4万吧。你在说什么？还在装啊？我不是艳芳，你瞒不过我的。我瞒了你什么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最讨厌呢，人家乱动我的东西，尤其是我的手机。听不懂啊？那我说清楚一点啊！如果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，破坏我跟艳芳的话，我是绝对被罢休的。清楚了吧？哎，怎么还放在这啊？哎，我帮你收好啊，下次练球的时候记得穿。嗯。好了，不要再说练球了，好不好啊？有没有想过啊，要怎么跟我庆祝生日啊？对哦，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。不是吧？你连你男朋友的生日都忘记啊？我最近忙嘛，又忙着拍广告，又忙着练球，一时忘记了。那你现在记得了？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庆祝呢？不如你想吧，你点子比较多。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好了，那天你到我家来，我亲手下厨，你只要带一份礼物来就可以了。那还不简单？你要什么礼物？我要一个生日蛋糕。生日蛋糕？可以啊，我去蛋糕店买就好了。你要什么口味？我要你亲手做的生日蛋糕。你玩我啊！我没下过厨，我不会做蛋糕的。真的不会做啊？你不用用激将法，我是不会做的。好吧。哎，那么急着找我是不是？帮我找可可粉。你叫我来就是要帮你找可可粉啊？对啊，要不然找你来干嘛？赶快帮我找啊！喂，在这里啊。你真的很厉害，那么快就找到了。我刚才怎么都没看到啊？接下来，香料。你干嘛要买香料买可可粉的啊？做蛋糕咯。谢谢你还陪我买东西啊，要不然我一定手忙脚乱的。没想到你真的愿意帮他做蛋糕啊！他生日嘛，想要给他一个 surprise。做蛋糕就算 surprise 啊！我想他早就猜到你会帮他做的。当然不是做蛋糕那么简单，那只是我一点的小心意而已。你还想做什么？跟你说也行，不过你不准告诉他的。知道了。我打算偷偷复制他家里的钥匙。你为什么要偷偷啊？你跟他说一声，他马上会复制一把给你的。跟他说了就没有 surprise 啦。好啦，告诉你啦。那我打算在他生日那天呢，告诉他我有事不能够陪他一起庆祝。那到了晚上呢，我就偷偷的带着蛋糕和他的一些朋友一起上他家，给他一个 surprise party。难怪你要偷偷复制啊！不准你告诉他的。哎，那天晚上你也一起来吧。
不行啊，我还要工作。那你不是看不到他又感动又惊喜的样子了？太可惜了。怎么这么早啊？ Surprise！ 我是来参观你的新家的。欢迎，你是我搬家以后第一个客人。来，哇，还不错嘞。来。你不是说晚上才来庆祝的吗？我才刚刚把肉从冰箱里拿出来呢。我今天晚上有事，不能跟你庆祝了。不会跟我开玩笑吧？我是说真的，我忘了今天晚上呢是我中学的一个死党的婚礼，我已经答应他要出席，所以不能不去的。好啊，那我等你喝完喜酒以后，再回来帮我庆祝。喝完喜酒，可能我要闹洞房。你可以不去的嘛。结婚是一生人一次，更何况她是我的好姐妹，不能不去的。好了，你去陪你的死党庆祝，就要牺牲我吗？你放心，这个呢我早就有准备好了。那你看，我把食物都买上来，提早为你庆祝。可是我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说？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没办法的。不过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嘛，你就委屈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能说不吗？我就知道你最体谅我了。臭死了。有吗？我闻不出啊。有。哎，你先去洗澡吧，洗完澡才出来吃东西。好了好了，我去洗澡，等我哈。嗯。请问好了没有？好了，都快好了。到底去了哪里啊？哦，我刚才想到，单只是吃东西的话可能会闷，所以就去买了 DVD 回来咯。以后你出门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好不好？我会担心的。好啊。你让我白担心了一场。那你说，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啊？生日快乐！我的生日哎，就这样啊？要不然，天武，你听我说。你说吧，说什么都会听的。真的。你看，听我说没错的，很好笑是不是？好笑啊，很好笑。很好笑，你怎么笑不出来啊？我笑得出来吗？今天是你生日哎，怎么会笑不出来？还在因为我晚上不能陪你跟乐云怀啊？没有啦，不要想太多了。那你晚上会不会跟别人出去啊？你都不打算陪我，我能跟谁出去啊？那我打电话来查寝也没关系咯。查吧，我一定在家里了。好吧，看你那么乖，我就偷偷告诉你，今天晚上呢会有一份礼物送到你家里来给你，我安排的。什么礼物？你留在家里就知道了咯。到底是什么啊？这么神秘？只要你晚上留在家里就知道了咯。不过如果你偷偷溜出去，辜负我一番心意的话，我会生气的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一定会留在家里的。好，相信你，继续看戏。
今天怎样？是不是和我一样？简讯短短的几行，让微笑变得好忙，忘记时间还等在一旁。嘿，做什么晚餐？在浏览那个网站，回忆写成的文章，一直重复那几行，才发现有些笑容可以挂在心上。你的出现变走了不刚，从此思念关不上窗。原来幸福是一种手写的浪漫，起笔的喜欢，署名加欣赏。你的出现把时空倒转，爱没有黑夜，只有阳光。原来握过的手可以一直保暖，就像我们的爱。是你啊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请进。我祝你想什么有什么。谢谢。你不要喝醉啊！我不想送一只醉猫回家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冷淡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做过什么，你自己最清楚啊。你还在为简讯的事生气啊？终于承认了。我承认，是我做的。可是呢，我是一时气不过。我这么做也是因为你啊，因为我太喜欢你，我太在乎你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？没有。难道我不够漂亮？我不够吸引力吗？你会找到欣赏你的人的，不过那个人不是我。如果感情可以控制的话，我也希望喜欢一个愿意喜欢我的人。可是我偏偏喜欢你，我就是喜欢你。喝醉了，来。我没有，我很清醒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也不求你喜欢我，我只希望你不要讨厌我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讨厌你了。你有，你看，你去房间找件衣服换一换吧。不要扯开话题。我真的什么都不要，我只希望你让我留在你身边，爱你就好。喝醉了，真的喝醉了。
厅是在楼上，走。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不是跟天武过生日吗？怎么了？脸黑黑的。嘿，你管我啊？我知道了，八成是因为天武嫌蛋糕不好吃。没关系啦。是啊，我的蛋糕是难吃啊，超级无敌难吃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你怎么了？我有没有得罪你？你们男人都是这样的，手里抱着一个，心里想着一个，见一个爱一个，全部都是花心大萝卜，下流啊！我可不会见一个爱一个。男人说的话，没有一句是可以相信的。喜欢你的时候，什么甜言蜜语都说得出来，订什么爱情合约，说什么一心一意，说外面不会有别的女人，再三保证都是骗人的，放屁呀！你别哭了。我不可以哭吗？你要我眼泪往肚里流啊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跟天武发生什么了？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那个男人啊！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他跟我最好的朋友上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千万不可以跟别人说。你不可以哭，不值得为这样的男人哭，要忍着，不可以哭。虽然你不是我的最初，却会是我的最后的唯一。我希望可以一直陪伴在你左右，为你擦干眼泪，跟你分享笑容。
你还打来干什么？还有脸打电话来啊？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大早脾气就这么坏？是啊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们自己去问吧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是我亲眼看到的，难道还有误会吗？总之，你先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，你下来吧。现在做错事的人是你，不是我啊！还敢命令我下去？我没有，我哪有命令你啊？我只是希望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死囚都有上诉的机会，为什么你连这个机会都不肯给我呢？好啊，你上来啊，我们当面把话说清楚。带走你的臭球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这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陷阱。什么陷阱？明明就是你风流，见一个爱一个。我没有见一个爱一个，我对 Rainy 根本没有感情的。没有感情，没有感情，你又跟人家上床？上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是喽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承认，我跟 Rainy 上床是我的不对，但是我只是一时喝醉了，做了糊涂事而已。由始至终，我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。而已呀！你跟 Rainy 上床，你还说而已呀？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生气了。男女朋友在一起，最重要就是忠诚。我这个女儿啊，从小到大没有进过厨房，可是为了你，特地去学做蛋糕。你现在怎么对她了？还跟她最要好的朋友搞那种事？是喽。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，既然在乎我，为什么你不给我一个机会呢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有见过像你那么厚脸皮的人。你给我出去，我不想见到你。我都已经认错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呢？更何况这整件事，你不能完全怪到我头上来啊！不怪你，怪谁啊？怪漏风啊？他拿刀逼你吗？他没有拿刀逼我，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有什么奇怪啊？你不觉得整件事太凑巧了吗？很明显的，他是有预谋的。什么预谋啊？他早就知道你会给我 surprise party， 处心积虑地安排昨晚内幕，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两个分手嘛。你不要挑拨我跟瑞妮之间的感情。他如果不想我跟你在一起的话，他就不会告诉我，说他自动放弃你。是他放弃你，我才跟你在一起的。为什么我在你心里面永远比不上你的朋友啊？发生这样的事，其实你也是有责任的。你改心赖好了，赖完瑞妮赖我，接下来你要赖谁啊？赖我家人，赖飞鹏，还是赖你家隔壁的狗啊？够了！你还敢在我家里凶？你给我滚啊！滚啊！这里不欢迎你，你最好马上给我走。哎，你再不走，我拿扫把赶你啊！没有把话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要把话说清楚，对吗？好，我就跟你把话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完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先说分手啊？因为我见到你就想吐。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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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拿扫把。你回去吧，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了啊！人呢？走了啦，等你打嘛。算他识相。天武，你和艳芳分手啦！你满意了吧？你们真的分手了？不要再演了！你还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这一切呢是你安排的。打从一开始呢，你就知道艳芳会给个 surprise party， 所以你就故意来诱惑我。哼，成功了。你没有艳芳，你还有我啊！我是不会放弃的，从来只有我甩女人，没有女人甩过我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呢？其实你对艳芳也不是真心的，你追她也只是因为她难追而已。
就算是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我不信，你如果不喜欢我，你为什么会跟我上床？难道我真的比艳芳差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看我一眼？天武，我真的很喜欢你的。如果你知道我做了什么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不，无论你做过什么，我还是一样的喜欢你。上一次你大哥被大耳窿做的事呢，是我一手策划来骗你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目的很简单啊，就是要你去跟艳芳说你对我死心了，那只有这样，艳芳才会答应跟我在一起啊。我不信，你在骗我的。不相信去问你大哥吧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因为你对我来说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还有啊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再来了。Flying in the sky, you'll be always mine, para siempre, forever. Your fears for getting me alive, no es el tiempo de llorar. Quiero amarte así y desearte así, para siempre. Forever.